吃顿海鲜3万块，只因店家上错菜。他们说我吃了澳洲蓝龙虾，但我是专打消费维权官司的律师。我国对进口澳洲蓝龙虾的检疫准入卡得很严，这家连冷藏柜都擦不干净的排档，根本不可能有合法进口资质。他们要么犯走私罪，要么犯诈骗罪。今天我本是来摸清他们套路，没成想刚动筷子，麻烦就来了。我刚剥了2只虾钱，邻桌穿花 T 恤的男人突然站起来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点菜单，把菜单拍在桌上，眼神盯着盘里的龙虾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这龙虾是我先点的，我就去了趟厕所，回来怎么被你吃了？你是不是管太宽了？我在这吃自己点的菜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服务员刚给我端上来的本地龙虾，才10分钟不到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我认错，我点的是澳洲蓝龙虾，3万一盘的。刚才跟老板确认过，说给我留的那盘就放你这桌了。你倒好，不问清楚就吃，跟恶鬼似的。现在想赖是吧？我心里立马清楚了，哪有认错菜的时刻？他盯着龙虾的眼神根本不像心疼菜，反而总往收银台方向瞟，明摆着是跟店家串通好来挑事的。不过他这说辞漏洞太大，正好让我顺着话头拆穿。你看清楚，我点的是本地鲜活龙虾，388一盘，单子上有服务员签字。你说你点了澳洲蓝龙虾，有单子吗？或者你跟老板确认的记录拿出来看看。我跟老板口头定的，你管我有没有单子？反正这龙虾是我的，你吃了就得给钱，3万少1分都不行。这位兄弟，别跟我老顾客置气，他确实跟我订了澳洲蓝龙虾，是服务员忙晕了，端错到你这桌了。这事是我们的错，但龙虾你也吃了，要不你把这3万块结了，怎么样？端错菜是你们的失误，凭什么让我买单？而且他说这是澳洲蓝龙虾，你也说是，那你们有海关检疫证明吗？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，这是澳洲蓝龙虾，壳的颜色、虾钳大小都不一样。我这排档开了5年，还能骗你？你就是想占便宜，吃了好的不想给钱。就是跟他废话啥？要么给钱，要么把他包扣下来。我看他包里肯定有钱，别让他跑了。你们连澳洲蓝龙虾的合法证明都拿不出，连我点的本地龙虾和所谓你的菜都分不清，凭什么买单？这是明摆着的敲诈。行，我这就去拿进货单据，让你心服口服。你在这儿盯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看着老板去拿单据，心里乐了。没有证据就算了，这下还主动把违法证据往我面前送，真是求之不得。看见了吧？进货单据上明明白白写着澳洲蓝龙虾，供货商名字、进货日期都在这儿，赖不掉。388的龙虾硬收我3万，老板以为遇上了冤大头，却不知我是专打假货的魔鬼律师。这顿饭我不仅不花钱，还要让他赔我12万。看着眼前的进货单据，我差点没笑出声。这家连冷藏柜都擦不干净的路边摊，要是有合法进口资质，我这律师执照当场吃下去。没想到啊，你这开在渔港路的鲜味鲜排档，还真能弄到澳洲蓝龙虾，难怪敢开口要3万。我跟你说龙虾的事儿，你提我店地址干啥？扯远了。老板哪知道我这话是说给电话那头的老张听的，老张是律所的同事，这会儿肯定正带着人往渔港路赶，我得把地址和店名说清楚，让他们赶紧锁定位置，别错过取证的机会。知道是澳洲蓝龙虾就行，别磨蹭了，赶紧买单。我心里门清，就凭这几张进货单据，还没办法完全定罪，得再炸一炸，让他把更多违法证据露出来。于是故意找了个借口拖延。谁知道你这些单据是不是刚才回去瞎写的？空有单据没用，你有海关出的进口检疫证明吗？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证据都给你看了，还推三阻四，吃不起就别出来装大发，丢不丢人？谁说我吃不起？只要你能拿出进口检疫证明，证明这龙虾是合法进口的，我立马付3万，绝不墨迹。行，老子是没检疫证明，但我有和供货商的合同，还有转账记录。等我拿出来，你要是还不给钱，我就叫人把你这吃霸王餐的抓起来。看着老板气冲冲的背影，我心里都乐开花了。吃顿饭而已，这老板倒好，接二连三的把违法证据往我手里送，这运气真是没谁了。但我也犯愁，真要是我主动买单，按法律规定能要求退1赔3，他得赔我12万。可我是律师，这么做跟知假买假一样，属于利用法律牟利，回去肯定得被领导批评，还影响工作。哟，这不有钱吗？还说不是想赖账？既然你不主动给，那我就帮你结了。你们这是抢劫，我包里的钱是交房租的，跟这龙虾没关系。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澳洲蓝龙虾，现在还想抢钱，信不信我立马报警？我心里冷笑，他们果然急了，没有合法证明就想靠抢钱来结账，这正好坐实了他们仙人跳骗钱的心思。老张也可以听到，他们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后续维权的铁证。谁抢劫了？吃饭结账天经地义，你磨磨蹭蹭不想给钱，那就只能我帮你付了呀。我看着眼前的花 T 恤顾客又急又气，但回过头来一想又缓下来，只觉得他真是个大好人。他哪里是找茬，这分明是帮我。我的职业是律师，不能知假买假。他偷了我的钱，强行付款，刚好帮我解决了职业上的顾虑。我差点感动的落泪，觉得这趟排档没白来。干得好，就该这么治这种磨磨蹭蹭不想给钱的人。除了这盘龙虾，你点的其他菜才45块，本来想给你抹个零，现在看来没必要。像你这种想占便宜的、没脸没皮的人，不配让我抹零。剩下的45块，赶紧付了。面对他们的羞辱，我淡定地拿出手机。刚才和老张的电话已挂断，但老张发了条短信，我们已经到渔港路路口了，马上到店，别让老板跑了。我没忍住笑了，收起手机，慢悠悠走回座位。老板，我还没吃饱，麻烦你再上一盘澳洲蓝龙虾。这次我等着看你的合同和转账记录，一起结账。我的话让在场的人们都震惊了，他们仿佛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前一秒为3万吵到脸红，后一秒主动加单，越反常越能逼他们露马脚。你疯了！刚跟要你命似的掰扯那3万，唾沫星子都溅我脸上了，现在又要加一盘，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我告诉你，
这是我的地盘，你别自找不痛快。我耍什么花招？一开始我以为你拿普通龙虾讹我，自然要问清楚真假。现在尝着这澳洲蓝龙虾确实鲜，肉质弹牙，想再吃一盘解解馋，有问题吗？我花钱买还不乐意，是怕拿不出真货，还是觉得我给的钱少，钱赚的不够多？你少跟我装糊涂！刚才追着要检疫证明，一会儿问供货商，一会儿查进货单，现在又急着加菜。你当我傻？就说你是不是在等什么人？我这排档开在渔港路5年，什么样的碰瓷档没见过？想在我这玩花样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等什么人？刚才你和他一口一个说我吃不起，说我是想占便宜的穷鬼，连388的本地龙虾都嫌贵。我现在就是想证明，别说一盘3万的龙虾，就算再点10盘，我也付得起。你就痛痛快快给句准话，这盘龙虾你上不上？要是不上，就说明你这根本不是澳洲蓝龙虾，之前全是骗我的。我现在就打12315，让市场监管的人来查，看看你这排档到底藏了多少猫腻。老板站在原地，手攥着手机，眼神来回瞟着我和收银台，明显拿不准我的心思。老板，我看他刚才老摸手机，该不会是叫人来闹事吧？咱们这怕他个屁！他能吃出什么区别？他都付了3万了，一看就是个好糊弄的冤大头，不赚白不赚。后厨再弄一盘澳洲蓝龙虾，快点！他又指着花 T 恤吩咐道：“你现在跟我去门口盯着，不管是谁进来，先拦着问清楚身份，是吃饭的就让他找别的桌，不是吃饭的就别让他进来，别让他的人混进来捣乱。要是敢硬闯，你就喊后厨的人出来帮忙。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一个毛头小子？好，放心，我保证盯紧了，绝不让闲杂人等进来。谁要是敢来闹事，我第一个冲上去拦着。小子，在我这儿的地盘上，你别想耍花样。你刚才付了3万还不够，非要再送3万过来。等会儿结完账，可别哭着喊着要退钱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店有规矩，出门概不退还，你可别到时候耍赖，在我店里撒泼，影响我做生意。”我心里门清，老板这就是典型的虚张声势，真有底气的话，他不会急着让花 T 恤去门口盯梢，更不会把送钱这种话挂在嘴边。他分明是怕夜长梦多，想赶紧把这3万现金存进银行，就算后面出了事，钱也已经到手了。这种又蠢又贪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老板，你这话就难听了，我就是想再吃点东西，解解馋，没别的意思。而且我既然主动要加菜，就没想过退钱。你放心好了，不会让你难做，毕竟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我也不想跟你闹得太僵，影响大家的心情。你说对吧？要是传出去，说你这排档跟顾客吵架，以后谁还敢来吃饭？你最好别耍花样，要是敢骗我，我饶不了你。老板说完，猛地转过身，对着前台正在收银的服务员喊：“刚才他付的3万块现金拿给我，赶紧的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我现在去银行存了，省得放在这儿夜长梦多，被人惦记着。”老板，您是怕他等会儿想把钱偷回去啊？可不是嘛！你没看他刚才老盯着收银台，眼睛都快粘在钱上了，一看就是没见过钱的穷鬼，花了3万就心疼的不行，指不定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把钱弄回去呢。我先存到银行里，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。等我存完钱回来，他要是还敢啰嗦，我就叫人把他赶出去。看着老板把现金塞进包里，想起老张说过要盯着人，别让跑了。我赶紧起身走到前台，你不许走！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想偷钱，我刚要去存款，你就拦着我，心思也太明显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钱存进银行，你就没办法要回去了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你别想耍这种小聪明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，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。你这点伎俩，在我面前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就是怎么有你这么恶心的人？还好我们老板眼尖，早就看出你没安好心，不然这钱真被你弄走了。老板，我帮你拦住他，你赶紧去银行，别跟他在这儿浪费时间。跟这种人说话都觉得掉价。你这人就是人穷志短。我告诉你，吃了东西就得给钱，做人得敢做敢当。今天这钱我存定了，你再拦着我，我就报警说你抢劫。到时候警察来了，看谁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还要告你敲诈勒索，让你在局子里待几天，好好学学怎么做人。就在他们正对着我逞威风的时候，排档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老张带着2个同事走了进来。刚才是谁说这儿有澳洲蓝龙虾，还收了顾客3万块钱？老张，你可算来了，钱我已经付了。你怎么付了？这账明显有问题。你是律师，回头按推1赔3要赔偿，别人该说你故意牟利了。到时候不仅影响你的职业声誉，所里也得跟着受牵连。我当然知道老张的顾虑，他是担心我落人口实。可老板和花 T 恤哪听得出这层？花 T 恤还以为老张在怪我软骨头，立马凑上来抢话，想在老板面前邀功。付了不是应该的吗？哪有吃饭不付钱的？刚才磨磨蹭蹭的，还不是被我们说通了，知道不付钱走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对付这种想赖账的，就得用硬的。说通？你也好意思说通？是你趁我跟老板交涉的时候，偷偷抢了我的包，强行付的钱。老张顿时什么都明白了，这哪是结账，是明晃晃的抢劫，加上之前的敲诈，证据又实了一层。他也知道这是亲手将富贵送到了我的手中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。现在正是午休时间，他肯定是听到消息紧急赶过来的，身上还穿着便服，没穿工作服。老板哪能知道他的身份，只当是我叫来帮忙的朋友，顿时冷笑一声，摆出负要硬刚的架势。还真叫人来撑场面了。我这排档开了这么久，什么闹事的没见过。有本事你叫10个8个来，你以为找几个朋友过来就能赖掉3万的龙虾钱？别白费功夫了，今天这钱1分都不能少。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我同事说在你这儿吃了所谓的澳洲蓝龙虾，付了3万块。你口口声声说这是进口的澳洲蓝龙虾，相关证据总该有吧？果然，老张的想法跟我完全一致。这种能完整固定证据链的机会，我们怎么可能错过？证据？
这不是证据吗？进货单和合同都在这儿，供货商是我认识多年的老熟人，还有转账记录，总不能是假的吧？我骗谁也不会骗这么多顾客，你们别血口喷人。老板还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，他直接将采购合同跟进货单递给了老张。老张仔仔细细看着文件，我看见进货单上的供货商名字是歪歪扭扭的手写，连个章都没有。合同里就写了澳洲蓝龙虾若干，供货地址、电话全是模糊的。现在给这个供货商打电话，让他把检疫证明发过来，或者把你手机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，我们看看你付给谁了。你想找事是吧？老子凭什么给你提供啊？我和老张心里都清楚，他根本拿不出来。这家连基础冷链都不达标，连合法进口资质都没有的排档，绝不可能有合规手续。就算有进货单和合同，也不能排除伪造的可能。毕竟这上面既没有供货商的官方签章，也没有明确的货物流向记录，你怎么证明这些文件是真实有效的？我瞬间明白老张的用意，我们现在是公民身份，没有执法权，贸然搜查不仅违规，还可能让后续证据失去法律效力。可老板要是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找茬，不管我拿什么出来，你们都不会认账。老张满脸严肃，只要你能拿出一份能佐证文件真实性的材料，我们自然相信你是真的。行，我今天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你要的那些我没有，但我有跟供货商的转账汇款单，金额跟合同上一模一样，这总不能是假的吧？可以，只要能证明转账与澳洲蓝龙虾供货相关，当然可以。拿过来我们看看。吃不起就别装大方，叫人来也没用，还不是想找茬赖账？真是越穷的人是越多。我看你以后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一个伙同老板讹人的，哪来的底气说这话？刚才抢我包强行付款的是你，现在帮着老板撒泼的也是你，真以为不用承担法律责任？谁讹人了？我是老板的老顾客，我混得比你好，哪像你3万块都抠抠搜搜舍不得付。我心里一沉，倒吸一口凉气。他这话简直是自爆，从普通顾客到主动帮老板出头，承认熟客身份，明摆着是早就串通好的同伙，这一下就坐实了他共同敲诈的责任。睁大眼看好，这就是转账记录，今天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哎，我看今天要死个明白的，恐怕是你才对。臭小子，你敢咒我？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叫人把你赶出去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这排到没犯事啊！律师大人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店里有人讹诈，就是他吃了龙虾想赖账，还叫人来闹事。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这家排档的人不仅自己往违法的坑里跳，现在还敢反过来诬告我们，真是把无知者无畏体现到了极致。我们有监控，店里到处都是监控，能清清楚楚证明你们在闹事还讹诈，你们别想抵赖。对，监控这2天坏了还没修，但是店里这么多人都能作证。刚才你吃了龙虾不想给钱，还叫人来闹事，想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一股怒火顺着脊椎往上窜。我要是换成普通消费者，遇上这种人多势众的诬告，就算想自证清白，也得耗上大把时间和精力去跟他们扯皮。最后说不定还得因为证据不足吃哑巴亏。他们就是抓准了普通人怕麻烦不想惹事的心态，才敢这么嚣张。想到这里，我对他们的恨意更强了。这种黑心商家就该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还好，我的同事们早就做好了准备，绝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我全程录像，你们敢不敢对着镜头再说一遍刚才的话，并且明确表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承担法律责任？别光跟我们喊，对着镜头说清楚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就是他们来我店里吃了3万的澳洲蓝龙虾，吃完想赖账，还叫人来闹事讹我。我店里的人都能作证，我敢做敢当，不怕你们录像。看着他俩死不认错的样子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老张站在一旁，突然轻笑一声：“真是没想到，我做律师这么多年，今天倒成了别人嘴里讹人的了。”你说他讹你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他怎么讹你了？是抢了你的钱，还是毁了你的店？你把讹诈的证据拿出来，别光靠嘴说。就是这些进货单、合同，他肯定是伪造了这些东西，想骗我，想让我承认卖假龙虾，然后讹我的钱。我店里的人全是证人，他们都能证明我没撒谎，我绝不会向这种地痞流氓低头。张哥，午休时间结束了，所里还有个会要开，你先把制服穿上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你是律师，你们2个都是律师。不止我们2个，在场的这些同事都是我们律所的。本来你只涉嫌销售假冒商品和敲诈勒索，最多承担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。现在又多了一项诬告陷害，这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，要是情节严重，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。老板脸上的惊恐越来越重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。花 T 恤顾客站在一旁，见情况不对，悄悄往后退，想趁着大家不注意从门口溜出去，却被守在门口的同事一眼看穿，伸手拦住了去路，连退的空间都没有了。你这采购合同上写的金额有10几万，说是用来买澳洲蓝龙虾的，要是真涉及进口海鲜走私，这数额可不小啊。根据刑法，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。老板吓得腿一软，扑通跪在地上。我胡说的，那合同是假的，我这龙虾根本不是澳洲的，就是本地的普通青龙虾。我就是财迷心窍，想多赚点钱，才编了澳洲蓝龙虾的谎话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别追究我的责任了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全靠这排档过日子。要是我进去了，一家人就垮了。站起来说话，别跪着。你现在说龙虾是本地的，是怕走私罪比诈骗罪重，想选个轻的罪名。但你别忘了，
你已经实施了欺诈和敲诈勒索行为，还教唆他人抢劫，这些证据都已经固定好了，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。我们已经联系了市场监管部门，他们马上就到，会依法对排档进行搜查，该怎么处理，得按法律来。老板，你可千万别真涉及走私啊！他都这么讹你了，你还关心他？不是关心他，是我刚被抢了3万，强行付了账。要是他真走私，这钱性质就变了，我就不能退1赔3了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律师，就算不涉及走私，要是被认定为知假买假，也可能不支持退1赔3。放心，这次情况不一样，是他们抢了我的钱，强行付款，属于强迫交易，不是我主动买假。退1赔3的诉求肯定能得到支持。老张和同事们一听，脸色都沉了下来，看向他们的眼神带着怒意。你们不仅欺诈消费者、诬告他人，还涉嫌强迫交易和抢劫，这已经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，性质很严重。我们会把所有证据全部交给警方，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。老板猛地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盯着花 T 恤顾客，眼神里满是怨怼，像是要把所有过错都推到对方身上。你为什么要抢他的钱付款？我本来只想讹点钱，把388的龙虾当3万卖，赚笔快钱就完了。现在好了，你一动手，连抢劫的罪名都沾上了，我被你害惨了。你知道抢劫要判多少年吗？我这一辈子都会在你手里了。明明是你让我赶紧把钱拿到手，说别让他跑了，还说就算动手也没事。我怎么知道他是律师？要是知道他有这么多同事，我才不会帮你干这种蠢事。你现在倒好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们现在互相推卸责任没用。照你们刚才的意思，要是他不是律师，没有这么多同事在场，你们就可以随便抢钱，强行结账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法律就是摆设，消费者就是可以随便欺负的冤大头。不是，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我们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才犯了错。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查清楚了，这些龙虾都是本地品种，跟你说的澳洲蓝龙虾根本不沾边，还有这些单据全是伪造的，进货单上的供货商信息是假的，合同里连具体的供货地址、联系方式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合法来源证明，一看就是临时瞎写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这排档不涉及走私，只涉嫌虚假宣传和敲诈勒索。对，目前来看没有走私痕迹，就是单纯的消费欺诈。这属于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的管辖范围，联系其他部门来处理吧。我们已经联系了，他们应该快到了。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，既然不涉及走私，那我的诉求就没问题了。老板，你可真够黑心的，把388一盘的本地龙虾当3万一盘的澳洲蓝龙虾卖，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今天遇到的不是我，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，被你讹走3万，可能会影响他一家人的生活。小兄弟，我们错了，真的错了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别追究我们的责任了。我现在就把3万还给你，再给你磕3个头赔礼道歉，行不行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缺德事了，好好开排档做正经生意。你觉得这事儿能这么简单算了？比起龙虾是假的，还有个更关键的问题，我还没查呢。你到底是真的上错菜，还是从一开始就故意设局讹我？老板，你现在马上拿出其他客人点澳洲蓝龙虾的单子。要是你真的是上错菜，把我的本地龙虾和别人的澳洲蓝龙虾弄混了，那总得有其他客人点了这道菜吧？拿出来证明一下，也好洗清你的嫌疑。没错，我怀疑你根本不是上错菜，从一开始就是故意设局讹我。你看我是单独来吃饭，身边没有同伴，觉得我好欺负，才串通好演这出戏，想把3万的天价强加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老张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，接过话，我是16分钟前接到周律的电话赶过来的，就算你们是在我来之前上错菜，也得拿出25分钟前有客人点澳洲蓝龙虾的凭证，不管是点菜单、付款记录还是其他证据都行。我们的打单机坏了好几天了，客人点单都是口头说的，没有单子。真的，我没骗你们。打单机确实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。这么巧，监控坏了，打单机也坏了，那你把点了澳洲蓝龙虾的客人叫过来，总不至于刚点完菜就吃完走了吧？哪有人吃得这么快？走，我们去各个桌问问，看看有没有客人点了澳洲蓝龙虾。虽然这不是我们的职责，但可以帮市场监管部门收集证据，到时候一起提交。老板一看我们要去问其他客人，顿时慌了，猛地冲上前拦住我和老张，语气里满是哀求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别问了，那个客人已经吃完走了。走了也没关系，把他的付款记录拿出来看看。他是老熟客，我们都是月底统一结账，没有单独的付款记录。老熟客总该有之前的结账记录吧？随便拿一份出来，我现在就联系他核实。要是能对得上，那就算你们上错菜；要是对不上，我话还没说完，老板的腿一软，差点又跪下去，双手扶着桌子才勉强站稳。他之前都是付现金，没有记录。你继续撒谎吧！你要知道，你说的每一句谎话，我们都会记录下来，这些谎话都会成为后续定罪的证据。你撒谎越多，罪名就越重，最后受到的处罚也越严厉。现在老实认账，说不定还能从轻处理。我承认我是讹你了。对不起，各位律师同志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！我上有80岁的老母亲，下有刚上小学的孩子，全靠这排档过日子。要是排档没了，我们一家人就活不下去了。现在不是我们能放过你的事。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，我们已经把证据交给了市场监管和警方，后续会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这不是我们律所的职责范围。我只说我的民事诉求，其他的法律责任由相关部门判定。小兄弟，你的诉求是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满足你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55条，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。我被你们强行收取了3万，现在要求你们返还3万本金，并赔偿9万，一共12万，这是法律明确支持的，很合理吧？合理，合理，我马上给你转钱。我打开手机收款码，递到老板面前，老板颤抖着拿出手机，先转了9万赔偿款，又转了3万本金，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在安静的排档里格外清晰。钱转过去了，你看一眼，是不是12万？现在能放过我了吧？我已经赔钱了，能不能让市场监管别封我的店？我和你的民事纠纷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你涉及的敲诈勒索、诬告陷害，还有花 T 恤的抢劫行为，性质已经不是民事纠纷了，警方和市场监管部门会继续处理。后面你的麻烦还很多，能不能保住排档，不是我说了算。老板听完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扑通一声又瘫坐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哭了起来，嘴里还断断续续的念叨着完了，全完了。没过多久，市场监管和警方的人先后赶到，老张把所有证据交给他们，并做了笔录。因为后续调查与我们无关，我和老张他们便先回了律所。离开前，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我作为受害者和举报人，后续会把处理结果告知我。回到律所，同事们围过来七嘴八舌的讨论。周律，你这趟饭吃的值啊！不仅破了个欺诈案，还拿到了9万赔偿，相当于白赚了一辆车的首付，我们都羡慕坏了。主要是他们自己送上门的，要是不主动讹我，不伪造证据，不抢钱付款，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之前我攒的钱只够买车首付，多亏了这笔退1赔3的赔偿，我凑够了全款，买了一辆代步车。大概1周后，我坐在新车里，接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。周先生，关于先未先排档的处罚结果出来了，我们跟你同步一下。经过我们调查，先未先排档不仅对您实施了欺诈，还先后对5名消费者有过类似行为，涉案总金额8万。我们已经要求老板对所有受害者进行退1赔3，目前已经支付了32万赔偿款。另外，考虑到情节恶劣，我们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，对其处以涉案金额10倍的罚款，也就是80万，并且勒令排档永久停业。要是老板拒绝履行处罚，我们会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太好了，这个处罚结果真是大快人心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也谢谢你及时举报，提供了关键证据，帮我们快速查处了这家黑心排档。后续如果还有类似的消费纠纷，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。本来只是想找家排档吃顿海鲜，没想到还捡了个维权案，顺便解决了买车首付的问题，这波不亏。我突然有点好奇，想看看排档现在的样子，于是发动车子往渔港路开去。老板，我那罚款你帮我付了吧？警方说我涉嫌抢劫和敲诈，要是我付不起罚款，就得坐牢啊！滚！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不仅要赔32万，还要交80万罚款，排档也没了，我哪还有钱帮你付？我明明是帮你做事，我就是个帮你演戏的。现在出了事儿，你怎么能不管我？我老婆说了，要是你不帮我，我们就跟你同归于尽，大家一起完蛋。老板，你可真仗义啊！宁愿自己赔得倾家荡产，也要让消费者通过退1赔3赚一笔。还有你为了帮老板讹钱，连抢劫都敢做，对朋友这么忠诚，真是有情有义。老板和花 T 恤顾客呆呆地看着我，眼里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，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恶有恶报，一点都没差。